超级可爱的说的是游蛇啊！第一只是说的是游蛇，很扯哎，超级大只红竹蛇哦，这是成体大红竹啊！这只应该有1公尺，然后它其实是有围毒的哦，但它的毒性呢对人体其实大多是没有害的。今天蛇况非常棒。OK， 我们今天第2天了。为什么是晚上开场呢？早上我们根本起不来。我原本的豪言壮志说我要巡一整天，根本起不来啊。我们下午起来吃个饭就傍晚了。这边现在是车上，我们准备前往夜观。你有想最看什么？我想看黑头哇，黑头蛇是日行性啊，听起来要看不了了。我想看拟龟，有人想看什么？我也想看拟龟。想看拟龟啊？哎呀，我也想看你。你怎么反水啊？我也想看拟龟。因为拟龟呢，其实南部很少啊。我这读屏科呢，没什么机会看到它。我超想看拟龟的。可我还记得我们上集，应该说昨天看到哪些蛇嘛？欢迎去点击我们上一支影片，超精彩、超丰富的，真的不看后悔啊！认真讲，不看后悔。干嘛？你拨肩膀这样？还好啊，还好。没有，我们只在咬我。看有遇到什么蛇啊？马上让各位知道。拜拜。我们超扯的，我刚还在整装待发，然后我刚才一下车，我就有蛇，我冲过来看，超级可爱的说的是游蛇啊！我们现在刚傍晚，它主要是白天活动的台湾小型的蛇类。然后台湾呢，腹链蛇都非常有名，北部的金狮，然后还有全台湾都有分布的说的是游蛇，以及南台湾神兽台湾腹链蛇，超级漂亮的腹链蛇。然后我们先讲今天这只说的是游蛇，它非常小哦，这只你看这样子，我的手这样拉开应该22、23左右吧。这只是已经成体了，它小型个体就这样子，小小只的。我看过最大也只有，我觉得60、70就紧绷了。然后它的主食呢，它会捕食比较小，然后经过的所有的生物。有记录说它会吃蛞蝓吗？反正这种小型蛇类很可爱，而且它非常温柔。可以看到它，超小只的，超可爱。我觉得说游是非常友善的一种可爱的小型无毒的蛇类，超可爱，因为它不会臭，攻击性超低，而且超温驯的。但是它也是台湾路杀的一个，毕竟你就想它是白天活动，然后小小只的，然后咖啡中的，在路上基本上要看到它，然后为了它停下车的驾驶应该不多啦。我们当然我们是 Herper 嘛，我们一定会看到它非常兴奋。它叫腹链蛇，原因是因为它的腹部边缘呢，它会有一条侧的黑点线，头部这边延伸一路到尾部，不管是金丝蛇，甚至我们台湾腹链蛇就还没命名的那个稀有的东西啊，说的是游蛇，都有这个特征。它的旁边都有一条像是黑色链条，超级帅气，超级美丽。然后它的咖啡色啊也会有不同的形态。这只的话就是那种古铜色配一点墨绿色，然后有些是很古铜色，然后有些是蛮褐色的深咖啡色。真的就是古铜跟古铜生锈的颜色。对啊，超美的哦。然后我觉得它很容易被一种蛇类误认，就是台湾的黑头蛇。黑头蛇也是这样子，黑黑的，然后头部也跟它一样，脖梗处有一个白带纹。在野外看到它，我觉得第一个认别它，第一个大小，第二个它的颜色，古铜色的咖啡色，小小只，然后身体也会有一个一个点点的连续的斑纹。腹部侧面很仔细看哦，点点斑纹超漂亮。台湾原生蛇类，说的是游蛇，第一只蛇啊，我觉得今晚第一只是说的是游蛇，很扯这也是今天我们开的 lifer。没错，我第一次带着它来到台湾的北部。因为北部的缩油呢相对比较稳一点，我们出发前就跟说，我觉得我们这一趟过山刀缩油应该是相对稳，我说稳的都减掉了，没错，非常棒。好，我们就放手吧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在停车场有点危险的，对，我们把它放在土墙后面好了。然后其实它晚上呢其实是会在树上休息睡觉的。观察，这边有石头，那我把它往下放。好啊 ，OK， 就去找蛇 ，Let's go。第2只蛇啊，泰雅钝头蛇哦，而且它是写轮眼呢，超帅的。它一只眼睛有受伤。拜拜，泰雅钝头蛇。你不觉得这边的泰雅跟中部看起来有一点差异吗？真的他们身上都是这种就是很鲜明的虎斑纹，那种虎斑点状，然后颜色配色也是这样。就是我发现，就是假设它交界像大雪山那一带，泰雅跟居景是他们俩长得有点像，但是北部的泰雅，光看那个色型就知道这就是北部的个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很有趣，生物的有趣之处。它其实是那种半树栖蛇类，所以它会在那种比较矮灌丛或地上面攀爬，找蛞蝓跟瓜牛吃，很可爱。抬头嘞，你看，就这样，这个大小而已。这个路边的，它往上爬，所以我们这个不用动它。这是今晚第2只泰雅钝头蛇，然后第3只蛇了，才刚刚巡不到15分钟而已。3只蛇了，3只蛇了，超棒！我希望今晚有我真的想看的那些蛇类，拜托山神。谢谢山神，谢谢山神。走。哎呀，我们去前面探个路，然后头上有一只灰灰的蛇。这趟旅程目前第1只大头蛇，而且是灰色型的。哇，它是深灰色的。对哦，它是深灰色的哦。我们3大水蛇的影片其实有介绍到，大头蛇其实有3大色系啊。
第一种就是我手上这种灰色的，另外一种是偏卡其色，第三种就是偏那种橙黄色。我自己觉得灰色的比较少见一点，我也是最喜欢这种颜色，我觉得很有质感。然后我有叫衰蛇，各位可以看我们的以前的影片，它的形态头三角形的，会被人家误以为是龟壳花，但是我觉得也蛮夸张的，因为其实大驼蛇呢，这种树栖蛇类啊，超修长，身体超级修长，尾巴也超细的。它主食呢也是那种小型爬虫类、两栖，然后还有那种小型的鸟类，有机会吃一些小雏鸟。然后它其实是有围毒的哦，但它的毒性呢对人体其实大多是没有害的，除非你有过敏体质。主要是针对一些小型猎物，超可爱的大头啊！今晚第3种蛇类，第4只蛇，我们把它放回去吧。刺尾青竹蛇幼蛇耶！小只的，快把它移开路面，它感觉很危险。我们终于看到刺尾青了，对吧？超美的，超小只。你不要在路上，你不要再去路上了，它会在网，有点明显，对，它会在网路上爬。它会在网络上爬，它也会 web surfing 就对了。它好可爱哦。上去，超可爱！你看，各位，你看，它都这样子而已，差不多15公，拉长应该20出而已，超可爱的。今晚第五只蛇嘛。它现在眼睛都还没有红色的，还有点橘橘的，尾巴也是，好可爱的小刺猬啊！我看夜观，我们都是找爬虫类嘛，我就看到叶子上，竟然有一只鹿角金龟，而且蛮大的。你看它生气就是这样子，跟那个我们之前有黄角深山那集有介绍加藤角金龟，跟它一样哦。角金龟它们受到惊吓的时候，它就会这样威吓，它把头抬起来，然后前足拉很开，真的很漂亮。它的脚啊就像是鹿角一样的凸起，而且有好几个齿，最末端会勾起来。它的鞘翅表面就是布满那种粉白色或那种棕色的麂皮，然后通常粉白色是刚出的个体。它是日行性的，飞行能力非常强，然后都会在那种蝌蚪科上面啊，然后或者如果你挂那个烂掉的水果，它会被吸引，它会整群在那边吃啊。金龟子都这样，摇树也很容易咬到。这也是台湾昆虫学会的 mark， 这是台湾鹿角金龟，非常标志性，代表台湾的一种原生的很可爱的小金龟，超帅的。我从小就喜欢这种原生的金龟子，因为它真的是长得很不可思议。其实我还没拍过的，真的假的？就是懒得拍啊，每次都懒得拍。我们上次没有拍吗？就是懒的，我每次都这样子，坏习惯了。原生特有种鹿角金龟，很漂亮。OK， 我把它放回去。今晚的第6种蛇吗？一只红斑蛇，各位我们看到在这里，这可爱的红斑蛇，超美的。我们今晚其实蛇种蛮多的，不错不错。走吧，下去，拜拜，下去，不要上来路上，你会被压死。它死了。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我最不想看的画面啊！这我是这趟旅程我最想看的蛇种，就是拟龟壳花，它已经死到不能再死了。它不像是被鹿杀的，但是死一阵子啊，那骨头都已经露出来了。我真的是很不喜欢看到这种画面。我看到这画面其实都非常伤心，心脏跳超快。我刚才冲下车，我以为我终于中了我这个超想看的拟龟壳花，结果是死的。Oh my god！ 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有192，加油！红斑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啊！今天第7只蛇啊，很明显，在这边爬。对，今晚第2只红斑蛇了，搓一下 ，Go Go Go！ 不要到路边，走，进去了，拜拜。我们看到今天第8只蛇啊，刺尾青竹丝啊，各位。我以为今晚差不多了，它在水沟里面待得很好，我觉得应该也不用动它。这很漂亮，很翠绿色。没事，不理它，我们继续走。第9只嘛，这是泰雅顿哦。各位有看到它吗？它在这里。它其实不大，我手掌这么大而已。拜拜，泰雅顿头蛇。超级大只红竹蛇哦，这是成体大红竹啊！有没有看到？我就知道这里一定有料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半夜凌晨1点40分，在刚才应该有看到这个水沟边坡上看到一只超大只的成体红竹蛇。我们有一支影片是介绍亚成体的红竹蛇，那支影片还有那个斯文豪鼠珊瑚蛇。我们今天终于遇到了一只大成体，看着像大强。我们大红竹呢，跟亚成体或幼体的最大差异就是它的身体呢不再如此之鲜艳，体色会开始转为暗红色了，比较偏暗色系啊。而我们这只大成体，它应该是快要脱皮了，它超雾的。但是我觉得每一种状态下有它的美丽，像雾态啊，我拍照的时候有那种消光感，刚脱完皮呢有那种鲜亮感。然后成体跟幼体、亚成体最大差别就是它的节间。红竹蛇之所以叫红竹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的身体呢，在小时候
会有非常漂亮的一节黑色，那个节间中间是实心的。亚成体的时候会变淡，成体的时候会完全消失，它就变成2条黑线这样框着而已。然后这是大成体，是标准的，就只剩2条黑线，但是永远不变的就是它们肚子都非常的洁白，超级美丽，超级漂亮。它的头顶那3个黑条川字也都会一直在哦，它是第7型，白天夜晚都会活动的一种蛇类。组织是小型的啮齿类、小型的蛙类等等，海拔分布也是非常的广，它还是要有点浅丘，人为干扰较不那么严重的环境。我自己是从海拔300到将近1500、1600都有看过它的成绩，range很广。我们频道目前啊已经有2只红组了，一只是超漂亮的亚成体，一只是超大只，像这只应该有1公尺哦，它4大美蛇，实至名归，真的超美。它真的超漂亮的，它在爬行的时候非常柔美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回去刚才那个边坡，原地原放啊，千万不要带回家养哦。我知道它很漂亮，千万不要带回家养。今天蛇况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棒，一晚可以看到那么多蛇，非常感动。这次可以带给各位新的蛇种，说的是游蛇以及超漂亮的大成体红珠蛇。超感动，谢谢山神，我是君，我们冲贪蛇，跟着我们走入台湾的大自然吧，跟我们的大红猪说拜拜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在睡觉，好累啊。